好，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我们要继续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然后呢，菩提心的修法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那么前几天讲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菩提心的修法。也就是非常适合很多的人因为我们有些人呢，可能目前还没有把这个前世今生还有这个轮回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明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也许有些人呢，可能目前还是半信半疑这样子的状态也有可能。然后呢，另外一些人呢，比如说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对现实的父母感情不是很好，也有这样子的那这些人呢，我们可以修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这种菩提心的修法呢，任何人都可以修，而且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效所以我们平时修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修法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轮回然后呢，对现实的父母感情也是非常好的那这样子的这个修行人也可以用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方法这就是也是可以用的。这两个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跟今天讲的这菩提心的修法都可以用。有些时候呢，我们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有些时候呢就用前几天讲的这个修法，都是非常好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修法就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传承阿底峡尊者的传承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就是有7种因果窍诀或者是诀窍。7种因果诀窍7种因果诀窍，就是说有7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有7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然后这个7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这个每一个这个方式，每一个这个思维都是前面的都是因后面的都是果。然后就通过这个7种不同的思维的方式，最终让我们升起这个菩提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这个就叫做7种因果诀窍就是因为有7个不同的这个思维的方式然后呢，这7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前后都是有这个关联有关系，都是因果然后呢，这7个这个思维的方式都是大乘佛教的修菩提心的这个诀窍所以呢就叫做7种不同的7种因果诀窍。这个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修菩提心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是用这个方法来修这个菩提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那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修法然后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呢就是我们想成佛为什么想成佛呢就是想就是想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为什么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呢？就是因为成佛才能可以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如果不成佛，那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成佛。那么
需要成佛，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要去修心要修才能够成佛，不修就没办法成佛修那首先要去学修心的方法连我们修心的方法都不懂这样子的话就是没办法修，所以呢就是要学习所以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学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这样子发菩提心首先我们还没有这个正式的修菩提心的时候也要就这个要发菩提心无论是真实的菩提心或者是早作的菩提心都要修都要发哪怕是非常早作的虚假的这样子的话也得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呢听课之前就先大家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再讲这个修法。那这个修法刚才讲了有7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思维的方式这个7个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个思维的方式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就是把每一个思维的方式都一定要修好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这7个都是有因果关系都是有前后都是有因果关系。那前后有因果关系那么我们前面的没有做好没有修好这样子那肯定也就会影响到后面的这个效果质量，所以就是要把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好那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好的话，也许每一个这个思维的方式上面就要花一点时间有可能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那无论是需要花多长时间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修法每一个思维的方式都要做好就是自己觉得比较满意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再修下一个这个修法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终就能够发这个菩提心这样子首先发菩提心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慈悲心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菩提心的基础就是这个慈悲心。所以修菩提心修菩提心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要修的就是慈悲心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慈悲喜舍那这个慈悲喜舍4个修法都要一步一步修最简单的也得要把慈和悲这2个要去思考这2个要去修很重要然后除了这个慈和悲以外呢慈悲喜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前2天也讲过，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比自己学得好或者是过得好等等，反正就是别人超过了自己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先天这个先天的这种反应是什么？就是不高兴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不高兴，除非是自己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呀儿女呀这样子有可能就会高兴有可能会高兴他们过得好，我们可以高兴；他们学得好超越了自己也很高兴这个就是离我们很亲的人才可以这样子。但一般的人呢那就是会不高兴尤其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如果是超越了我们，那就是很大的烦恼。那这个烦恼的对峙力直接的这个对峙力，那就是细无量心细无量心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是我们喜欢的人，或者是中立的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当我们看到他们过得幸福快乐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心里就产生了这个欢喜，那这个叫做喜恶两喜，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都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学佛的这个团体当中呢，经常也会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样子的烦恼有这样子的这个是非我们很多人就比较喜欢就是谴责别人责怪别人。那你不就学佛吗？为什么这样子当然，这个学佛的人他们是在为了这个为了断除这些烦恼在奋斗，但是呢，大家都在路上，还没有到这个目的地还现在都在路上。那么在这个路上，有些人呢走得比较远，有些人呢刚刚起步，所以呢佛教徒也不一定大家都是一个同样的这个素质，同样的层次，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佛教徒当中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素质，这个当然是非常的正常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比如说我们跟社会上的从来没有学过佛的那么人相比之下的话，稍微这个这些方面呢，应该比他们还要稍微这个要懂一点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这一点素质，比如说我们不一定，比如说我们学佛刚刚学佛的人所有的人比不学佛比没有信仰的人的素质好，这个不一定的不一定。比如说不学佛的根本没有信仰的人当中，也有些人是素质非常高的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人，也有很多善良的人但是呢这个我们学了佛以后呢，学佛我们必须要明白简单的说，这个学佛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为了让自己拥有这个慈悲和智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学佛就是为了断除烦恼学佛就是为了断除烦恼。那么这两个呢就是一个意思当我们有慈悲心有智慧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烦恼就会逐渐的会减少。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烦恼减少的时候呢，然后慈悲心呢这个菩提心还有智慧都会这个增长这个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学习有些人呢也许这个学佛信佛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呢也没有正式的去闻思修这样子的话，虽然是在这个佛教徒当中就是混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实际上的这个收获，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佛教徒。所以呢平时我们这个佛教的团体当中有一些是非这都是到处都是一样这个很正常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刚才也讲到了虽然这个是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作为一个修行人的人，或者是作为对一个修行人的要求来讲的话，那这个就是不太正常不太正常。我们比如说我们虽然有这样子的这个烦恼但是必须要立刻就认识到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认识到了以后呢就是自己去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自己调整这样子以后呢就把这些烦恼就可以断掉了这个就是跟这个不学佛的人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有是非有这样子的烦恼，大家都一样但是呢
烦恼有了以后呢，认识到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认识到了以后呢，立即就是采取措施把这个烦恼断掉啊。这个就是跟不学佛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不学跟没有信仰的人是不一样的地方。烦恼大家都有，是非大家都有，但是呢，认识有没有认识到？认识到了以后，有没有立刻去这个控制断掉？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也认识不到，然后呢也认识到了，也不去调整这样子的话，那学佛不学佛，大家都是完全是一样了所以这个习无量心对我们初学的佛教徒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的习无量心。所以我们平时都是这个师兄之间很多时候，比如说大家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大家其实是这件事情大家一起去做，共同的去做，大家一起这个做一件好事，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是这样子做一件事情，然后本来是可以大家一起把这个很好的完成的然后呢然后就根本没有必要这个当中就有什么是非争执但是呢然后就是有分歧最后就是有导致很多不开心的事情。这个在佛教徒的这个团体当中经常都会有的这个当然不仅仅是佛教徒其他的都是有，其他团体当中可能是会更多一些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刚才讲了，再重复一遍，有这样子的烦恼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就是正常但是呢，认识不到不调整是不正常如果是认识到了然后就立刻去调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就是佛教徒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这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习无量心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做一些善事做得比我们自己好的时候然后我们随喜心里非常的高兴这个升起欢喜心这样子以后呢，那我们自己也就得到了这个随喜的功德这非常有意义的。习无量心也是很重要但是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四无量心都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和悲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那么这个菩提心我们刚才讲了菩提心来自于什么？菩提心就是来自于这个慈悲心然后慈悲心慈悲心来自于什么慈悲心就是来自于我们对众生的这种感情如果我们比如说父母儿女我们对他们都有感情所以呢对他们生起这个慈悲都很容易都是很容易的。那么对其他的人没有那么容易，比如说陌生人或者是平时我们不太喜欢的比较讨厌的这样子的人对他们呢就是不一样很不容易升起这个慈悲心。那问题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父母儿女就有感情，所以这个慈悲什么都很容易然后对陌生人和对这个不喜欢的人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感情，所以呢对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慈和悲喜都不太容易都是不是很容易。所以呢这个我们首先佛经里面就讲这个要把它这个要平等平等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修慈和悲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所有人这个产生慈对所有人能够产生悲这样子这个所以这个修的时候呢，先修四无量心当中的摄无量心摄无量心就是平等
平等了以后呢，那就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慈啊悲啊全部都是可以对所有众生都这个范围就很广。如果是这个摄无量心这个平等心没有做好那我们修出来的慈也是片面的悲也是片面的，都是有局限性的这是一部分的人，一部分的众生才有这个慈，才有悲但其他都是其他人，是其他的众生对其他众生是不太容易。所以呢，佛的大乘佛教的这个诀窍是首先要修这个摄无量心这样子但是如果先不修摄无量心的话也有办法，比如说直接修慈和悲直接修慈和悲，然后呢这个慈和悲当中也就包含了这个摄无量心怎么样包含呢？比如说我们先对离我们最近的人，比如说对父母对儿女修这个慈悲心，然后呢成功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对陌生人修慈悲心。那这个修好了以后呢，我们对我们不太好，平时我们不太喜欢的人对他们修这个慈悲心，这样子一步一步，最后呢首先是一部分人然后呢就是再更多的，然后最后就是对所有众生这样子逐步的修这样子修的话，最后就是你最后也能够对所有众生这个可以升起慈悲心。所以这个里面摄无量心的内容呢，这里面最后也就达到了所以先修摄无量心，然后再去这个修慈悲心也可以或者是我们直接修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当中就包含摄无量心这也是一种方法最后都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基本上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修这个慈悲心然后呢在慈悲心当中包含这个摄无量心的这种方法来修也可以或者是我们首先修一修这个摄无量心，然后再去修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是时间时间上这可能要花多一点的这个时间也许我们这一次的这个5-6个月的时间可能还不够用所以呢以后可以这种方式去修这一次修完了以后这一次这个菩提心修了一遍以后呢菩提心我们永远都要修一辈子都要修。所以呢下一次再修菩提心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间可能也有可能这不是那么急时间就没有那么紧张，所以呢就先修这个摄无量心，然后呢一步一步的修也可以。这个具体的方法就是我们曾经也讲过，就在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演讲的这个普贤上师演讲当中也有还有这个讲得更清楚的就是这个前行备忘录前行备忘录那当中讲得非常的好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呢具体修这个因果这个七种因果诀窍这个时候呢第一个要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刚刚讲过了我们怎么样对所有众生都有这个感情就跟我们的父母儿女一样的这种感情那这个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前提的条件是这个所有的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在我们的眼里他们都变成了特别特别可爱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对他们会开始产生感情也就是开始这个有慈悲心比如说我们父母儿女遇到这个比如说病痛倒霉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普通的人就是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呢我们不喜欢的人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很高兴很高兴。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们这个我们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多的人当中我们能够这个升起这个慈悲心的呢，就这么几个人这么地球上70多亿人口当中，我们平时能够升起这个慈悲心的，就这么几个人，可能也不到10个人就这么几个人。那除了这个几个人以外，其他人呢要不就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关心要不就是他们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高兴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原因这是几十个人，或者是10几个人，或者是5、6个人10个人都不到，这些人呢，在我们的眼里，他们都很可爱很可爱、可亲、可敬所以我们对他们就是有这个慈悲心，很容易有然后这个5、6个、7、8个人以外的这些人呢在我们的眼里他们没有变成很可爱的所以就是他们我们不是很关心他们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也不关心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的第一步修菩提心的这个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人首先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眼里把他们都变成很可爱的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这天下有这么多的人然后呢人不相处的时候呢都是陌生人似乎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相处了以后呢然后也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么多的人在我们的心里每一个个个都变得很可爱的这个确实是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这个意识或者是我们的心如果训练的话那完全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把它训练成非常这个愤怒，那全世界所有的人在他眼里在他的眼里都变得非常讨厌的人，这也可以这样子如果从另外一个方法去这个训练的话，那全世界所有的人在他的这个眼里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可爱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我们怎么样训练他他最后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些人都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但是呢我们把心把它培养成一个非常愤怒的这样子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的这个讨厌也可以变成这样子。如果是用正面的就是以像菩提心的修法这样子的方法去培养这样子去这个锻炼训练的话，那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眼里也就变得非常的可爱，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如果这2种训练我们都不做也不把它训练成很愤怒的，也不把它训练成很慈悲，那自然的这个状态，那这个自然状态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大多数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不关心，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就是我们就
觉得讨厌啊，有一部分很小很小的几个人啊，很小部分就只有几个人就觉得我们觉得很可爱，那这个就是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训练，我们的心啊没有把它没有训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它的自然的状态。然后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来训练的话，那首先这个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变得很可爱，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对这些人产生这个慈和悲还有喜这样子。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都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变得很可爱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慈悲喜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根本就不可能的。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去深入的去思考某一个人的他的这个痛苦的话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动物，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是一个人我们心里还是会产生一种希望他没有这样子的痛苦，这个不是很难这不是很难，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个慈悲心就是这个普遍性的这个慈悲心，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慈和悲这个前提的条件，这个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个铺垫铺垫是什么呢？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心里就变得很可爱这个就是它的基础每一个人都变得很可爱，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对他们这个慈和悲都比较容易了。所以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这个这个没有做好的话，那后面的这些全部都是自欺欺人我们会说要度化一切众生，为了一切众生怎么样这些都是骗人的。所以呢，首先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功课都是念经持咒，然后呢，我们每年或者是每一次的这个功课都是很多的数量就要完成，要磕多少的头还有就是要念多少咒然后呢，每一次就是这个功课都是这样，没有一个是这个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样子的功课然后现在很多人就会说我们不需要修行，我们的生活就是修行，到生活当中去修这样子的话说起来就是看起来就很有道理但是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专门的训练的话，永远都是做不到的。任何道理是没有错的，当然在这个生活当中当然是可以修行当然是可以了，这是最好的修行，但是这是做不到的，没有办法做到。所以首先我们把自己就是用这个传统的方法保守的方法一定要去训练然后呢再去然后再去这个生活当中去修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现在很多人也就平时我们把这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借口就是因为这个打坐闭关这都是比较枯燥的所以很多人也不喜欢那生活当中去修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就心情比较稍微好一点的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这个是不难所以很多人也就喜欢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这个想学佛的话那就必须要挑战自己这样子以后呢，突破自己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一定要让他喜欢不愿意做的很多事情一定要让他去做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这个学佛这样子超越自己突破自己，战胜自己，这样子以后呢
才能够走上这条路啊。然后我们永远都不敢啊对我们的内心挑战啊，永远都不敢挑战他啊，永远都是做一些他喜欢的这个事情啊，做一些他喜欢的、他愿意的啊，他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个课都是这样子，很认真的啊去讲。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闷啊，然后就是这个很枯燥啊。但是呢，这个里面讲很多的故事呀，很多的水分啊，然后就让大家笑一笑啊，大家觉得特别好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看话剧啊，要小的话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听佛教的课就是要学东西的啊。不是让大家笑一笑啊，笑一笑有什么用呢？啊，到时候就笑完了以后呢，学到东西没有学到东西啊。我们讲课就是要学习啊，学习就是必须要大家认真的对待啊，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啊，大家必须要用心啊。那我们的现在这种玻璃心啊，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的脆弱，所以谁都不敢啊跟他挑战。啊，所以每一个人，无论是这样，比如说上课也好，大作也好，都一定要啊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啊，这样子大家都觉得有意义啊。但是这个呢，如果没有一点点这个挑战性的东西啊，那这个是我们永远都突破不了啊。突破不了的话，那就是我们永远都就是要跟着这个我们的烦恼走啊，跟着我们的这个我执走，跟着我们的无明走啊。那么跟着我们的无明和烦恼走，那走什么路呢？那当然是轮回啊，轮回。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比如说一些非常认真的去很严肃的去讲，很严肃的认真的去听，很专心的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枯燥，但是呢可以学到东西的可以用得上的。然后呢，大作也是很认真的去大作哪怕是1个小时也会有收获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枯燥不是那么的这个喜欢但是呢有收获有收获。所以必须要如果要真的想学大乘佛教，那必须要跟这个我们的知识要挑战真的要学大乘佛教，那对我们的我执无明必须要挑战挑战以后必须要突破突破，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这个学到才能够学到东西，然后这学到的东西都用得上，这样子才能够有进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学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第一步是什么？不是磕头不是磕多少的头然后呢也不是念很多的咒磕头当然是很好的，应该磕然后呢持咒念经，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从来都没有否定他们的这些真实的价值或者功德但是这跟菩提心比的话那就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我们要求自己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在我眼里变得非常的可爱那这有可能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坏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怎么可能我眼里会变得这个可爱呢？如果是训练的话，会有这样子的。比如说，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比如说父母最不听话的最调皮的最叛逆的这样子的这个儿女他把他们呢对这个儿女他们父母都能够理解
父母都能够理解这个。然后呢，他这么叛逆啊，这么不听话啊，父母也不会啊，因此就这个抛弃放弃。所以父母的这种爱，他的这个爱是对，比如说有几个小孩，有几个是特别的听话，有几个特别不听话的话，那父母的爱基本上都是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最终这个菩提心就是要这样子培养。但是当然这个从目前我们的离我们的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个菩提心就是我们平时讲菩提心难就是为什么难，就是要达到这个水平确实是难偶尔我们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不难这很简单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稍微认真一点的时候呢，有可能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但是这种没有深入细致的这种训练偶尔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想法呢，那这个靠不住，它是不能作为这个菩提心的基础这个是时有时无的，所以这个是不能作为菩提心的基础的。菩提心的基础，这个慈悲心呢必须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坚定不移的这样子的慈悲心非常稳固的非常稳固的慈悲心才能够作为菩提心的这个基础。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变得很可爱非常大家都不喜欢的这种人也就比如说像父母看他的最调皮最叛逆的儿女一样从这样子的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慈悲心训练的好，那当然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这个就是达成佛教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呢，我们刚才说了，这是第一步还不是最后，这就是第一步如果我们觉得有些人呢觉得很可爱有些人我们觉得这些人就是特别特别的可恶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怎么能够这个升起慈悲心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达成佛教首先是把这个摄无量心用这个方法平等然后再去修的话是会有这个会有结果会有结果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所有人都在我们眼里都变得很可爱呢？好，这个时候呢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知母、念恩和报恩，就这三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知母是什么知母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众生任何一条这个生命曾经都是我的母亲曾经都做过我的母亲当然这个是它的基础，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轮回相信轮回，相信这个生命轮回。如果这个生命轮回我们现在如果只是半信半疑或者是我们不相信这样子的话，那这是没办法修没有办法修所以这个轮回这个概念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就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修法修行所以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轮回前世今生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这个我们解决了以后呢然后
这个所有众生曾经做过我的母亲，那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是这样子了啊，肯定是这样子。只要人死了以后还要投生啊，然后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彼此之间肯定是曾经做过无数次的这个父母，这个就是毫无怀疑肯定是这样子的。如果有这个前世今生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不难所以呢，首先要去学习研究或者是观察这个前世今生的问题这个搞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比如说我们让我们接受所有众生曾经是我们的父母，这个一点都不难肯定是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首先这个知母就是说我们深深的这个感觉到或者是我们知道明白所有众生曾经做过我的父母这个就是第一步了，这叫做知母。我们知道所有众生曾经是我的母亲，曾经做过我的母亲这叫做知母非常重要的知母。然后呢，第二步就是就是怜恩就是说我们去深入的去思考，那曾经他们做过我的父母的时候呢，他们对我有什么样的恩德没有办法回忆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父母对儿女的这种爱和这种恩德以此类推然后我们也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些今天我们看起来就是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这样子的这个众生，曾经就是对我是恩重如山就像我现在的父母一样恩重如山这个就是要深入的去思考，然后呢就坚定不移的相信了接受了，这就第二步了。第三步的时候呢那么既然这些众生都对我有这么恩重如山那么大的恩德，那我应该去报恩其实是这个前面的两个知母和怜恩这个我们训练的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这个生命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眼里开始就变得很可爱了开始变得很可爱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对一些不太平时我们不太这个喜欢的人这时候呢也就比如说他的一些做法是不能接受他的做法他的事情他做的事情不喜欢，但是他人我们可以不愤怒比如说父母他的儿女做错事情的时候这父母的这种心态一样以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去看这个时候呢还是有慈悲心因为他做错了事情我就不慈悲不是慈悲心永远都在慈悲心永远都在这时候呢看所有人都逐渐的变成了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菩萨的这个心态大乘菩萨的这个心态。那我们一下子要达到这样子的这个水平，这个是很难了就是1年或者是半年的时间当中要达到这个标准，也不是很容易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往这个方面努力的话，那就是有收获一定会有收获的。只要有一点点收获，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在菩提心和这个
四无量心上面的收获啊，哪怕是一点点的收获，实际上也是非常伟大的啊，非常伟大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收获。所以这样子，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心啊，这样子这个培养，然后呢，有了这个知母啊、念恩和报恩啊，这三个啊，这个都修得不错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呢，会有什么呢？这时候就是这个啊，7个刚才我们讲的这种7智啊，7个因果诀窍当中，前3个就是这3个，通过这3个这个思维的方式，让所有的众生啊，在我们眼里变得啊很可爱的啊，很可爱的。然后第四是什么呢？第4就是这个慈啊，7个因果诀窍当中的这个慈啊，就慈。这个时候的慈主要是讲什么呢？主要是所有众生啊都变得特别的可爱啊，这个平等的可爱啊，这个叫做慈啊。然后有了这个慈以后呢，然后就会有悲啊。平时我们讲的慈和悲啊，它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有些时候呢，从这个慈啊产生悲，有些时候呢，从悲有悲啊产生慈啊，都有可能。但是这个7种因果当中的这个慈啊，它指的是什么呢？慈就是啊，所有众生变得可爱啊，那这叫做慈。然后变成啊，所有众生变得可爱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我们可以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些众生离苦啊，远离所有的这个痛苦，那这就是悲啊，这就悲啊，第5个了，这个就是悲。然后啊，悲、慈和悲啊，到上升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啊，上升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然后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在佛教里面呢，用佛教的这个术语啊，它的专用的术语叫做增上意乐啊，增上意乐，增上意乐是什么呢？刚才呢，就是我们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一种心愿啊，这是一种希望，这是一种愿望啊！我希望一切众生啊远离一切的痛苦，我希望一切众生啊拥有所有的这个幸福。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就只是一个心愿而已，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也没有想啊有什么实际行动，这是希望这样子。那这个啊上升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一种希望他会觉得我就是这么心愿什么什么什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还不够啊，我得去做一点事情啊，我要去做啊，我要去实际行动，让众生离苦得，有这样子的决心啊。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讲这就是利他的决定性决心。佛教讲的增上意乐增上意乐就是利他的决心下定决心我要去利他，这就是增上意乐前面只有慈和悲，这是希望众生离苦，希望众生得乐还没有一个决定利他那现在不仅仅是希望，现在就是下定决心我要去利他。那这个在这个悲的后面慈悲这2个后面，第3个就是这种利他的决定性利他的决定性就会出现的这是第6这是第6。然后第7最后一个那就是真实的菩提心了。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心利他的决定性下定了决心以后呢，然后
他就会思考，那我下定决心要利他，那我怎么利他呢？最好的这个利他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利他的方法，首先我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觉悟和慈悲心必须至少要有一定的觉悟和这个稳定的稳固的这个慈悲心现在的这个慈悲心呢，有些时候是冲动这个慈悲心时有时无有些时候呢，不但是没有慈悲心，而且也会有这个愤怒，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时有时无的这个慈悲心呢，它这个不能这个利益这个所有众生有些时候也有愤怒所以我得要去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慈悲心至少需要这个。然后呢，除了这个慈悲心以外，我还需要一个觉悟有一定的觉悟。那么这个觉悟是什么呢？最好就是需要有佛的这个慈悲心和佛的觉悟如果还暂时没有达到那么高度也没关系，只要有一地菩萨这样子的觉悟，比如说我拥有一地菩萨的觉悟智慧，拥有一地菩萨的这个慈悲那也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得了非常的了不得。所以我现在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智慧需要这样子的这个慈悲才能够利他否则的话，我是下了决心要去利他，但是呢，只是下了决心而已，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去利他所以这也就是不太现实所以我首先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和慈悲。那智慧和慈悲就是拥有智慧和慈悲，需要有智慧慈悲，那我得要成佛，最好就要成佛那这个时候呢，下定决心我要成佛了，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真正的菩提心了所以这7个从这7个就是知母、念恩、报恩这3个然后就是慈和悲2个加起来就是5个然后就是增上意乐或者是利他的决定心第6个，最后就是菩提心，就7个这7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去锻炼一个一个的去修，这样子才能够有这个菩提心最后就才能够有这个菩提心。这些菩提心刚才讲了比如说我们真正的想学智慧学一学这个慈悲这样子的话或者真正的要去学一个比较深奥的这个东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过程是比较枯燥的没有一个是这个大家都是就想把这个讲课呀这都当做一种娱乐一样，然后在这个当中学到一个很深奥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的办法？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一般可能是不太容易做到。我们要学的话，那就是要静下来认认真真的去学，严肃的去学习，严肃的去讲这样子这个大家要专心一点，认真一点才能够。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枯燥，但是呢就只能这么去做，才能够学到稍微比较深入比较深奥的这个东西。然后修的时候也是不要说我就不需要这个打坐我不需要闭关，我到生活当中去学这个现在目前还早了一点这个以后是可以的，但现在还是说这样子的话有点过早。所以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必须要有苦
枯燥的这个过程，必须要接受啊。虽然这个大家都是不是这个过程大家都不太喜欢啊，但是必须要挑战必须要接受，这样子才能够有突破啊。我们根本就不敢挑战不敢突破这样子的话，我永远都想我现在的这个心喜欢的东西，永远都做一些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从中希望获得一个什么深奥的道理什么，这个就是很难很难的。有没有这样子方法？肯定是有了有，但是呢，这个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不一定用这些方法就得到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学一步一步的去做，这样子才会有收获当然，如果不想学这么深这么这个深奥的东西不像那么认真，那当然就可以学人天佛教人天佛教。那人天佛教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么枯燥四加心也不用修，五加心也不用修然后呢课也就不需要听这么多的课。所以呢，比如说可以用娱乐佛教的娱乐的形式去就听听课呀，然后就是做一些佛教的这些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这些参加一些这些活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人天佛这个佛教是可以这样子如果我们要选择大乘佛教或者是小乘佛教就是说要走这个解脱道如果我们选的是解脱道那必须要挑战自己有一定的这个挑战性才可以。如果不选这条路，我们选择人天佛教那就不需要那么的这个那就没有什么挑战性就是这个是自己的选择那我们既然选了这个大乘佛教的话，那就必须要敢挑战突破这样子才会有收获所以我们这次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我们的挑战是对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对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他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他的挑战，自私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都是很严重的就是对他的挑战菩提心就是慈悲心，就是对他这个做挑战所以我们把一步一步的修才有这个收获。为什么有这么7个这么多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个菩提心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目前我们内心当中这个自私这种这种观点是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子一系列的这个修法的话，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能够修得成这样子。好，这以上我们就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7个修法的7个修法的这个7个修法的一个概论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7个修法的具体的方法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具体的方法了，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这次我们讲这个菩提心虽然也要讲把这些全部都要讲但是呢实际上这些修法我们曾经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就把过去讲的这些这些资料
啊，大家也要拿出来看啊，比如说像视频啊，大家可以看视频，然后书啊，这些都有啊，这些都是之前讲过的这些大家也要看啊，这个很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同时啊，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大概就是半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就多看大乘佛教的这些书籍啊，比如说像这个《入菩萨行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大家尽量的去阅读学习，还有就是听一听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些视频就比如说说大吉堪布讲的呀，其他人讲的这些视频也要去听也要去看，还有就是大乘佛教的很多的这些关于讲这个慈悲心这些方面的书也很多平时也大家阅读也有帮助的这个力度呢虽然是没有这个修心那么大，但是呢度也是也有帮助这个期间这些都是很需要。那首先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修法的话，首先是这个因果轮回这个首先要搞明白如果这个暂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搞得那么清楚的话，那就我们可以通过昨天讲的这个方法去修。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这个修这个知母知母。那知母的前提的这个条件刚才讲了，就是轮回。那轮回呢比如说佛经当中讲的很多，比如说比较深奥的平时就是比较隐蔽的平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当中然后轮回是最容易证明的轮回是最容易证明人的前世今生是最容易这个证明这就有很多的这个证据所以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也许不是很清楚呢，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还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证据，这些资料可能目前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如果是有这个还不太明白轮回的话，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这个大家要去学习这方面的书国内外古代的现在的包括科学家去这个研究的，这些都很多这些都是很多，所以大家去阅读然后呢自己去观察，这个不难然后这个明白了以后，这个搞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去真实的去修。那修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一个观想的观想呢，观想什么呢不是观想佛菩萨只是观想我们自己的这个母亲自己的母亲观想在我们的前面站在我们的前面。如果母亲还在或者不在都没关系就是观想在这个自己的前面。然后观想好了以后观想这个很容易了，一下子就观想得很清楚了那观想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就是把自己观想为佛呀菩萨呀，这些都不需要了我们的母亲她是什么样子就观想什么样子不需要观想为佛呀菩萨呀，都不需要的然后就把母亲观想清楚。好，观想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思维思维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去思考母亲她不仅仅是这一次是我的母亲那么
他从五十以来，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曾经做过无数次的我的母亲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这个轮回啊，就是因为轮回啊。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小孩啊，凉水的时候，就是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他能够回忆他的这个前世，然后呢，他的这个前世的父母啊，那他这些小孩，多数的这个小孩啊，他们对这个现实的这个父母都没有什么感情的，因为他现实的父母呢，他就平时很多的这种小孩都不把这个现实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因为他的记忆当中这个上一世的这个父母的这种感情呢，还没有抹掉啊，一直都在，所以呢，因为这一世的话，他就是这么生下来才2岁啊，这一世的母亲相处的时间不久啊，然后上一世的这个母亲呢，那就是这么几十年啊，所以这个感情很深的，所以呢，他就是只有对上一世的这个父母有感情，对这一世的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那这种，比如说他这个回忆到的这个父母啊，就是从这一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对现实的他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这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他真的是他的这个父母啊，他自己记得清清楚楚，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啊，可以证明他就是过去是他的这个父母。那我们其他人啊没办法记不住啊，但是呢也是这些陌生人，我们看到的这些陌生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能够回忆的这些小孩啊，他能够回忆出的这些这个父母呀，从显示如果他没有记住的，他没有这个回忆的话呢，那他的这个父母啊，从他现实的角度讲，就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啊，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不是，就是他的前世的父母，就是这样子啊，所有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许会有一点点疑问，这个也可以去看这些疑问呢，我们在比如说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真相》啊，这个当中呢讲过了啊，这些都是比如说我们这本书里有很多的公案除了这个少数的公案以外绝大多数的这个99%的公案都是例子，都是非常的真实的非常真实的。然后这些不真实的，比如说道听途说的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我们也不做任何的思维，不做任何的这个研究直接写到书里面，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些例子都是真实的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说服力。所以呢，我们完全是可以相信的。虽然我们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虽然我们很多人的身边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就是在确实是发生过的所以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人这个轮回就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非常这个轮回，如果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了解的就是现世的这个就这么一个阶段，如果是再了解多一点的话，这个轮回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或者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这样子的现象。轮回它就是一个人生，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非常奇怪的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可怕的比如说把上意识的所有的这些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就全部都忘掉了，然后呢这一世来到了这一世的时候呢，完全又重新开始，什么都不清楚，然后呢走的时候，走到下一世的时候，又把我们这一世做的全部除了这些比如说善恶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呢，这个种子还在，其他的我们的生活的这些细节，所有东西都忘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这轮回它本身就一个这样子的现象。那这个当中呢，这样子从无数以来，这个又不是几千年，又不是几万年，也不是几百万年，就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就一直到现在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彼此做过这个父母，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定是这样子。所以首先就是把母亲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去深入的去思考。思考的方式呢，我刚才讲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前提的条件呢，必须要把轮回搞明白前世今生这个问题搞明白以后才可以。然后这样子反复的去思考思考了以后呢，当我们深入的去思考，最后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或者至少我们心里有一定的变化的时候然后呢再去修下一步下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关于对轮回的任何一个比如说这个困扰任何一个这个怀疑疑问大家都提出来提出来了以后呢，大家讨论辩论讨论或者是这样子以后呢，这些关于这个人的前世今生这个方面的这些所有的疑问都是可以解决。目前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证据或者是逻辑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像善和恶善恶的善恶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轮回还要难一点比轮回还要难一点。轮回就很容易这个证明它的存在，它的真实性善恶因果的话呢，我们平时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应该是善恶因果的这样子的现象，但是这个到底是和不是要确定的话，那我们也很多时候也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轮回就不一样了轮回就不一样，轮回就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我们目前任何一个这个疑问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半信半疑，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大家必须要说出来，然后大家去探讨研究辩论讨论，这样子的话最终的就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结论这个有了这个结论的话，那我们就这个知母就不难。在这个问题上刚才也提到了，至少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至少这个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有可能至少有可能曾经是我的父母至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学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这种概念那这个学了以后呢就至少有这样子的，比如说有可能是我的父母，至少也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果，这个非常重要。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我们的内心当中对别人的这种看法，就是会有一些变化深入思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比如说对某些人比如说做错一些事情等等的时候，我们平时都特别的不耐烦特别不客气，很容易这个愤怒这样子。但是呢
长时间这样子这个训练了以后呢，然后就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就是对把这个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众生跟我们的距离现在是很远的那个时候呢，通过这个方法，通过这种前世今生这种和这个智目的方法，把这个距离都缩短距离都缩小。距离都缩小了以后呢，每一个人这个时候呢，就稍微有一点在我们的心里变得比较可爱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这也是一种进步这也是一种进步。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平时就是一个宏观的平时说我要度一切众生怎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就会说这样。如果有一天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作为头等大事，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去管别人的事情那个时候呢，我们照样就是把过去的这些做法还是用那一套还是用这一套来处理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要深入的去训练，特别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对这个智目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收获的时候呢，然后再往下修对这个智目一点的这个感觉都没有的话，那就不要往下修了就不要往下修。比如说我们修了这个半年对这个智目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那就往下是不要修，往下修了都没有用往下修了也没有用的，因为基础都没有做好，往下修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虽然我们安排的这个时间是只有这个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个别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半年当中连这个智目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个上面都没有什么这个收获的话，那就往下修也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这次这个时间这么短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刚才讲的这个7个这个思维的方式，每一个都做得特别到位这个可能有点难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可以但是必须要有一点点感觉才可以一点感觉都没有再往下修的话是不会有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我们念经我们磕头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只是把这个数量完成了。那数量完成了以后呢，有什么结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这个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包括我们前面的这个出离心，那就不一样了修到什么样的程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那这个我们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有没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自己来这个衡量什么时候修下一个修法，自己来决定。虽然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全部时间就只有半年的时间，但是这个中间这个是我们没有说，比如说智目要修多少天莲恩要修多少天没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比较灵活，自己把握好自己把握好。但是如果是根本没有感觉的话，那往下修也就是没有太大的用所以呢，首先大家不急就在这个问题上面这个下功夫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了，这个认真的我们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听这个佛教的课然后就是修这些都是我们要稍微认真一点比较好稍微严肃一点的话比较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是我们的心
可以能够深入，如果不严肃这个上面不严肃不认真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了解到很深奥的这些东西。所以先听的时候认真的听然后呢修的时候也是修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很赞成不打坐，然后直接就是所谓的这个修心当中心主作我都是修心，这些话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层面的人说的话这些都是比较有一定的这个水平的人说这样子的话是没有错的是可以的我们当然呢有一天我们的这个修行有一定的这个进步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但是这个就不是这个不是现在比如说小孩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呢，他更不可能去跑步不可能跑步，先得用两个脚站起来，然后慢慢走路会走路了以后，在这个两个腿上面能站起来了以后呢，再学会跑步才是对的站都站不住了，要跑步这个是不太现实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不学佛那就是不学，那是另当别论。要学那就是要稍微认真一点才能够学得好。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不仅仅是学佛我们学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越能够认真越能够专心那我们学的就是越好做任何事情我们越专心越认真就做的就更好学佛也是一样大家讲课的时候听课的时候的这种感觉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课里面学到东西没有，这个是最重要然后我们大做的时候，大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不开心这个快不快乐，这个不是很重要当然比如说我们非常快乐的非常开心的去听，然后又有收获又有快乐，然后呢大做的时候也有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去大做，然后又有收获，那一举两得，这个当然是非常好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牺牲一点我们的比如说吃喝玩乐的时间呢，有些时候呢要牺牲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感觉这个是需要的，但这个牺牲值不值得这就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这个是闻思的时候就要想好想明白就是如果觉得值得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有些事情呢稍微要这个牺牲一点东西，但是没问题，这个是值得我们因为有其他的收获所以这个大做的时候呢，虽然有些时候就是不太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有点难但是没有问题的难越难越有其他不讲越是在这些问题上越难越能够吃苦越难那就是越是有福报其他不说这一点，从福报从消业我们平时天天都讲这个福报和消业，大家的口头禅天天挂在我们的嘴边但是真正的能够消业的和能够平时我们很多时候说这是消业的，那个是消业，那个不一定是消业但是呢这些的闻思尤其是为了修菩提心上面下了功夫这个是肯定是消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首先是要大家认真的去学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收获半年以后才会有收获今天我们讲了这个7个修法当中的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知母但是这个知母呢，其实修法是很简单了。刚才我们讲了再简单重复一遍，先把母亲观想完了以后呢，再去思考什么呢？主要的这个思考当然不是这个我们现在观想的是我这一生的母亲呢，这个当然不需要去思考了，这已经很清楚了那思考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一生她是我的母亲，而且就是无始以来做过我的无数次的这个母亲就是要这样子。这个思维的话，就是对我们一生当中这些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或者是这个思考的话看起来就是有点枯燥，但是这些枯燥的东西当中有些东西是可以利益我们一辈子，不仅仅是一辈子，而且是生生世世然后呢，有些东西呢看起来当下的这个感觉我们心里很高兴很愉快，但是呢这个愉快和高兴过了以后呢，然后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东西过了就一切都结束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有一点点这个大做的时候有点难但是大家要想学佛的话，那就是要能够吃一点点苦能够吃，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苦，但是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枯燥而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这个我们可能只能修这个人天福报或者是我们先推迟一下，以后机缘成熟的时候去修。现在是呢就念念佛然后就看看书这样子。像有些时候呢就是发一发这个菩提心，但是不是很认真的去修这样子也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学佛的方法，但是呢尽量就不要这样，因为这个前几天我们也讲过，菩提心有这么大的功德，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这一生这个没有把握住的话，那以后有没有这样子机会也很难说所以呢大家要这个认真一点这样子就是非常好的今天我们这个7个修法当中就讲了1个然后呢其他的我们明天继续讲。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提问题。顶礼上师，请问手持菩萨戒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修菩提心何时才能够守菩萨戒？菩提心这个世俗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就可以这个守菩萨戒。比如说我们修菩提心修了半年，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有这个世俗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守菩萨戒那就可以得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菩萨戒。前提的条件必须要有菩提心我们很多时候现在也在这个受这个菩萨戒，比如说三坛大戒三坛大戒受比丘戒或者是出家人的戒律的时候就守这个菩萨戒但是那个时候呢如果有菩提心当然是可以的，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修过菩提心的话，那这个三坛大戒菩萨戒是不可能得到的得不到的。所以要得到这个菩萨戒必须要修菩提心菩提心才可以。这是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我在修慈悲心的时候观想对境，一会儿就哭了，然后就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安住，我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境界中呢？比如说比如说修慈悲心的时候呢，哭是比较正常的反应就是
有些人就人，这个人啊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平时都很容易落泪啊，很喜欢哭。那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平时比较容易、比较喜欢哭的人，就是去思考一些众生的痛苦啊等等，稍微比较深入的时候呢，那就会有这种现象。那这个没问题啊，这很好的。有修菩提心啊，为众生落泪，这样子的话，一滴眼泪，都是可以积累福报的啊。可以这个消业的啊，这个是佛经上是有记载的啊，这个就不用管它。然后呢，哭完了以后呢，继续修。这是网络问题。上师您好，在我们单位有这样的人，人品非常低劣，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说升起菩提心，连看见这个人都很不愿意。请问堪布，我应该怎么样调节？是，这个从现在的这个层面看的话，那是肯定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用刚才讲的这种方法去修的话，比如说特别不喜欢的这个人，这一生从目前的情况看的话，那肯定是非常非常难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轮回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话，搞明白了的话，那么上一世或者再上一世的时候呢，那有一次呢，她也是我的母亲啊，那个时候呢，她也跟我现在的这个母亲是一模一样啊。虽然她现在这一生的话，她的性格不好啊，她性格不好是第一个原因呢，跟她的父母的基因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啊。另外一个呢，他的成长的环境、家庭教育也有一点关系。另外一个呢，他的这个上一世的他的接收过的一些，比如说教育啊，或者是环境的影响也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种种的原因，这一次他就是一个。他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呢，他上一世就不是这样子，跟我现在的这个母亲是一样啊。那如果想的真的非常深入的话，那对这个人的这种看法是一定会有半年之内肯定会有变化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平时我们也讲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呢，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那么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啊。那么我们修菩提心呢，就是解决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抱怨、仇恨和愤怒然后抱怨、仇恨、愤怒全部断掉，然后就产生这个慈悲心，以慈悲心取代了这些愤怒但是在外在这个处理问题的这些方法上面呢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呢还是要这个刚才讲了不伤害别人的这个前提下，那就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比较方便尤其是初学者来说这样子可能比较方便否则的话我们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特别让别人不理解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就对可能很多人造成一些他们有可能就是以一种很奇怪的这样子的延伸来看所以呢处理问题的方法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这个以大家的标准来处理。好，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若生刹那菩提心，即刻得名诸佛子。那么如果第二刹那菩提心没有了，那么还是菩萨吗？是还是菩萨比如说比如说就是有一次呢，就这么一次是真实的这个为一切众生要成佛下定决心了那么只要有一次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菩萨了那么
过后呢，有可能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这样子的决心，但那个时候呢，他也是菩萨啊。那什么时候不是菩萨呢？如果有一天啊，他觉得啊，我哪一天我想我要成佛，其实我这个是冲动啊，其实是不应该成佛的，这个我是做不到，所以呢，我现在淡定下来了以后，我不冲动的时候，我重新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不成佛啊。这样子的话，那他就不是菩萨了啊。如果他没有这种想法啊，虽然没有明显的这个菩提心，但是他一直都是菩萨。他还问，这里的刹那菩提心是相似的菩提心，还是真实无伪的菩提心？当然是真实的菩提心。这是网络问题。上师您好，所有的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也有一种说法是亲友也许是我们的冤亲债主，或者是过去世的仇人伤害你的。请问上师，这一世有善缘有恶缘，有时候觉得亲人相处很伤感情，该怎么样处理好，化解矛盾冤仇？是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众生啊，理论上啊，或者是实际上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彼此之间呢，也是父母啊，但是也是仇人啊，这个当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呢，不是要培养我们的愤怒啊，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所以呢，过去虽然彼此之间也就成为过这个仇人，但是这个我们先不去想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这个培养慈悲心，所以呢，我们就只去想啊，过去就是变成我父母的啊，就是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拥有这个慈悲心啊，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仇人啊，有些时候呢也会让我们这个烦恼啊，让我们造业啊。但是亲人啊，刚才提到的问题也是一样，有些时候也就让我们他的身份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人啊，最亲的人，但是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些伤害呢，有些时候还是比这个仇人呢，平时我们都就认为相互之间都有点排斥啊，平时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但是这个亲人的话，经常在一起，有些时候如果相处不好的话，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伤感情呢，伤害这个是肯定是免不了的那这个怎么解决？当然是这个修慈悲心呢，修菩提心呢。那这个是唯一的办法。如果是真的是有一天我们有一点点这个慈悲心或者是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就这些很多问题是可以非常非常这个妥善的方法去化解了这些什么矛盾尤其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愤怒仇恨这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所以菩提心、慈悲心是最好的方法。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我是慧灯禅修的学员，修知母已经1年了，非常惭愧。修知母得到的结果和感觉是什么呢？能否具体开示一下？感觉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没有别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有一个立即就会有慈悲心或者是立即就会有这个菩提心，不是。这个是菩提心的七个步骤当中的第一个步骤，所以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它的最标准的结果是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我现在的母亲不仅仅是这一世，而且就是无数次过去的无数次都做过我的母亲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然后我们把这个逻辑就是
以此类推啊，然后其他的人，比如说陌生人或者是我不喜欢的人，那这一生当中他不是我的母亲，但是呢跟我现在的母亲一样，过去啊上一世再上一世，他们都曾经是做过我的母亲啊，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就是结果了啊，这就是这个知母的结果。这还是一个网络问题。这位师兄他说他自己的妻子生完孩子以后得了产后抑郁，非常痛苦，每天都有很多邪念，对佛菩萨不敬，导致一直很紧张很痛苦。能否请上师开示一个方法，可以对治一下？产后抑郁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了。那这个有一个方法呢，比如说修机制，修禅定这禅定是非常有帮助啊。这个在国外也有专门的研究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所有帮助啊，这人家都是研究了的，就专门针对这个产后抑郁的妇女做了这个精心的调查，然后这个让他们打坐有没有帮助，发现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产后抑郁的人也可以打坐，可以这个打坐的内容呢，比如说有可能是机制啊，有可能是菩提心啊，都可以这个就很有帮助了。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修知母的时候，可否可以从缘起的角度，此生故彼生，来思维每位众生都复为母亲？缘起这个当然也是缘起了，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轮回也是缘起，缘起是万事万物都是缘起，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缘起当然是缘起了都是缘起。这个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吧还有没有什么？可能不是，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说的是，如果是他没有办法，从那个轮回的角度，思维母亲的话，他能不能从缘起的角度，此生故彼生的这个角度来想？如果是他比如说缘起这个，他怎么理解缘起？就是比如说这个缘起呢？上一世的这个父母跟这一世的父母之间的也是缘起就是因为因和果的关系，也是缘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是不同的说法，也实际上内容都是一样了。那如果是现在还不太明白这个上一世和下一世的这个轮回的概念，那如果是用一个其他的缘起，那是没有用的。这种缘起就是没有用的。现在要得到的这个结论呢，是什么呢？不需要其他的结论，只需要就明白所有众生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现在需要的结论就是这个结论。所以如果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缘起可能是没有用。这是一个网络问题。去年上师有讲到，人在投胎的过程中，除了父母精卵的条件以外，还需要有意识的参与进去，才能发育成完整的人。而有些故事记载，当胎儿快要出生的时候，中阴身才投胎，这是什么情况？比如说他本身就是有这个有一个意识但是呢快要出生的时候呢，这个意识就停止了，然后呢其他的灵魂或者是意识就进入了他的这个身体这个是有可能，理论上是有可能。然后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过去的一些故事但是这些是不是确定，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
啊，所以呢，这个理论上是有这样子的可能。但是有一个是可以确定，比如说这个父母的精和卵啊结合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意识参与的话，那这个不能变成人的身体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意识跟他这个出生的时候的这个意识呢，是不是一定是一个意识？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还有这个出生前他在他母亲肚子里，比如说这个意识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因为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其他的意识没有精卵结合的时候开始这个进入，就是现在另外一个意识出去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又把这个意识进来，这个是有可能了。过去也有一些发生过一些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个我们不是理论上是可以说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不确定反正能够确定的就是，如果没有意识的话，这个精和卵它不能变成生命。他还问，在现在的情况下，一些妇女怀孕以后，医院检查没有胎儿的心跳，就认为胎儿发育不全或者是胎儿死亡而做流产手术，这样是否合理？比如说3周以后，3周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心跳那应该有心跳的时候，这个没有心脏的这个跳动，发育不正常的话，那这个肯定是没有意识了，已经是没有生命了。但是比如说3周之前第1周、第2周，这个时候本来就是没有心跳的，本来就是没有医学的这个仪器能够查得出来的生命的痕迹这个时候是没有的。但是呢，意识这个时候是存在的意识那个时候存在，那个时候是医学上没办法这个测定它有个什么生命存在的这个痕迹，但是呢实际上是有的。它3周4周以后该有这个心脏的跳动这些时候没有的话，那就是可能是这个发育不正常了。这现场问题，如果修菩提心修法修了3年5年之后，仍然修不出标准的菩提心，是否可以先修金刚萨埵、磕头、供曼扎等加行的修法，然后再从皈依开始，再修一次5加行？这也可以的。如果是这个菩提心一直都修，实在是修不起来，然后呢，如果再强迫自己修的话，心里有点点，就是先开始有点点这个烦的话，那就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修的话也可以。这是网络问题，弟子坚信深信轮回，但请问如何才能够证明每一个众生在轮回里都曾做过我的母亲呢？因为我老是觉得并非每一个人都做过我的母亲，特别是那些大恶人，很难接受她曾是我的母亲。对于这一点应该如何克服？是现在就是大恶人也好，大善人也好，这些都是现在就是现实的角度去看，就是这样子呢。现实的角度，当然他们肯定不是我们的母亲他就是一个陌生人，并不是说但是呢，比如说他现实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或者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但是这也不一定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理论就是支持。比如说，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很邪恶的人，所以他曾经是没有变成过我的母亲，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了这个就是当然这个心理上是就接受不了了，但这个只是自己的感觉上接受不了而已，实际上理论上是可以的。现场问题，请问上师，如果有被金刚道友伤害过，自己暂时无法释怀，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就首先是这金刚道友的话，两个人之间就是比如说发生一些矛盾的话首先是必须要相互道歉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金刚道友以外这个学佛的这个师兄学佛的师兄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是跟其他人产生的矛盾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比如说佛经里面显宗小乘佛教的佛经里面讲，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对佛的这个舍利子磕头，对佛的舍利子磕头。那么然后就是有一个阿罗汉问他他这样子的磕头是有多大的功德呢？他说他的这个身体能够覆盖的这个地一直到这个地的最深的地方之间的所有的这个他身体能够覆盖的这个面积当中的每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粒子很小的这个微尘以这个微尘的数量的这么多的大劫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这么长时间当中可以让他享受这个人和天人的福报有这么大的福报他说有这么大的福报然后又问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么大的这个功德一下子就会消失呢？然后就是说学佛的人当中学佛的这个师兄当中产生这个烦恼就是愤怒嗔恨这样子的话这么大的功德就一下子就会消掉会消失所以这个一般的我们不是密法不是密法的金刚道友一般的我们学佛的师兄当中，如果这个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话，那即使大家要相互懂得，要这个道歉然后就是忏悔相互忏悔就可以了。那密法的这个导游的话呢，更加的严重如果是我们就发生了这个矛盾如果及时不处理的话，那这个会犯密惩戒的，所以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这个先是大家双方主动的道歉道歉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忏悔那这样子可以。还有一个大家必须要明白，师兄之间如果这一世尤其是这个学密的师兄之间，这一世当中就是产生了什么矛盾不忏悔，结下了这样子的恶缘的话那这些师兄尤其是学密的人呢就是佛经里面也讲过了，他生生世世呢可能是到成佛之间还是一直都在一起的一直都在一起的话，那这一世就是结下了这样的恶缘，那生生世世就是这种恶缘到时候下一世又产生矛盾，再下一世有这种恶性循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呢道友之间的这些这个矛盾是很严重的所以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那大家也要大家双方要主动的道歉，然后忏悔这个是一定要这么做，非常重要的。好，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场问题，前行暇满难得中讲到，天人由于享受欲非常由于享欲非常的快乐，而没有意乐和心思修持正法，而在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显现上却是在帝释天梵天的祈请下，佛陀显现上才转了法轮。为什么帝释天以天人在此刻很有意乐听闻正法？其中是何原因？是否存在某种密意？请上师开示。
这天界的人啊，也并不是说他们都不会修心，他们会修心的。但是说佛经里面说，因为天人的话，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平时在这种环境当中啊，向导要去学佛、要去修心的这种人，一定是一个立根基特别好的人啊，才能够想得出来要走解脱道啊。根基不太好的人呢，就是这些天人呢，就沉迷在他的这个眼前的这个快乐当中，所以他就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有这个出离心就这个意思呀。并不是说凡是天人他都不会修，不是这个意思。天界有很多的菩萨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感恩上师开示。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做回向。说能得一当着人把娘都内你别着那把些一个那结网龙这把这边做灵做啊做若修我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的我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